大家好，我是艾森，我们来聊一个很敏感但是又很重要的话题：天然毒真的是天生的吗？这个词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说的是台湾那些从小就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的年轻人。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天然毒是大势所趋数据看上去确实很惊人。1992年的时候，认为自己只是台湾人的只有17%，但是现在这个数字飙升到了快70%。而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已经从26%大幅崩跌到了不足3%，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数值，这也是一个非常剧烈的变化。有人会说，那数字就证明了台湾年轻人的这个集体的觉醒是历史的必然，也有人会说，这其实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是思想的背叛。今天艾森不站队，也不预设结论，我们不从大陆的立场来判断天然毒到底是好还是坏，那个是价值判断。我们要做的是证据拼图，深入台湾过去30年的记忆核心，通过剖析两样最关键的物证、教科书跟媒体，来回答一个更根本的结构性的问题：一个人的身份跟国族认同到底是怎么样被塑造出来的？在过去30年里面，究竟是哪一些力量像看不见的手一样，系统性的为整整一代台湾人打造了一套全新的身份认同跟世界观？这个是一场历时30年，涉及到2300万人的代价非常昂贵的社会实验。要理解这场社会实验的话，我们必须要回到原点，认识这次实验的总设计师李登辉。1987年的时候，蒋经国亲手解除了长达38年的戒严，这个就好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政治的活力的确被释放了出来，但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就是我们到底是谁？国民党那一套反攻大陆的宏大叙事，在现实面前已经摇摇欲坠了。就在这个身份认同的真空期，李登辉登场了。他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位本省级的总统。李登辉很聪明，他没有一开始就高喊台湾独立，这样做太危险了。他的策略是温水煮青蛙。他先是称自己是从台湾来的李总统，你看，在这个非常细微的语言表达中，他悄悄地把台湾跟中国分离开了，然后他开始着手绘制一张全新的国族认同的蓝图。李登辉深知要改变一个国族的灵魂，给台湾人一个新的身份认同，要靠语言和叙事。为此呢，他发动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认知作战，分3步走。第一步是用生命共同体的概念来化解内部矛盾。他告诉所有住在宝岛上的人，不管你从哪里来，从什么时候来的，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我们的共同的未来，已经把我们紧紧地绑定在了一块儿。这一步是把大家认同的基础从血缘转移到了土地。第二步是用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口号，实现了文化切割。那这句话简直是政治语言的艺术品。他用新中原这3个字安抚了国民党的元老，但是却把核心其实放在了大台湾这3个字上面。潜台词就是真正的中华文化不在那个封建的专制的大陆，而是在我们这个民主的自由的台湾。这一步是把中华民国这个壳从中国大陆的地理实体上面剥离了出来。那第3步呢，当一切铺垫完成，时机也成熟了以后，这样一场身份工程真正图穷匕见的时刻就到了。1999年，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李登辉抛出了那颗震撼弹，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著名的两国论。这个绝对不是即兴发言，这是李登辉多年布局的最终收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除了要应对北京的外交压力之外，更深层次的动机是他要为后续的继任者设定一条不可逆转的轨道。他担心后来者没有魄力完成这样一个最终的与中国大陆的切割。两国论就像一声发令枪，它为一场更深刻、更隐蔽的社会改造提供了最关键的法理依据。
那这场改造的主战场不在立法院，而在全台湾中小学生的课堂上。这场课堂里的革命是以一匹特洛伊木马开始的。如果是在9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去到一个台湾学生的课桌前，打开他的历史跟地理的课本的话，他会看到什么呢？他会看到我们的国家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会学到我国的第一大河是长江，母亲河是黄河，它的历史是会从三皇五帝夏商周开始的。辛亥革命是本国历史当中非常光辉灿烂的一页。那这个时期的教科书依然是在塑造一个非常清晰的大中国的认同，台湾只是这个大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个等待光复的省份。那1994年的时候，台湾爆发了410教改运动，数万人上街抗议，他们的诉求非常的美好，小班小校教学，减轻升学压力。公众期待的其实是一个更好的教育，但是台湾的独派政治精英看到的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非常巧妙地借用了这样一场运动的名义，将一场极具争议的意识形态的改造包装成了一场无人反对的教育现代化。那一场关于集体记忆的手术就此开始了，第一刀非常精准地砍向了历史。那过去的话呢，台湾史是中国史的一个章节，标题是光复台湾。1997年，我们记住这个年份哈，1997年认识台湾系列教材横空出世，成为台湾初中生的必修课。那这本教材第一次将台湾史、台湾地理、台湾社会独立成册和中国史、中国地理分开来。那这一把手术刀非常精准地切断了台湾跟中国在历史叙事上的期待。从此以后，我们的历史不再从黄河岸边开始，而是从台湾这片岛屿开始。中国的历史变成了是隔壁那个国家的历史，是外国史，或者是后来更中性的说法是东亚史的一部分。这个是具有历史性的转折点，台湾史第一次从中国史的附庸变成了独立的主角。那在这一本新的教材里面，叙事的起点不再是三皇五帝，而是台湾的史前文化。来到台湾的荷兰人、西班牙人、日本人跟汉人的移民，他们都被放在了同等的位置上，也就是他们都是外来者。那这个叙事的逻辑潜台词是什么呢？它从根源上解构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这个说法。那为这一场手术提供理论指导的是时任中研院学者，后来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他提出了一个巧妙的理论，叫做同心圆史观。那这个理论主张历史的教育应该像一颗石子儿投入了水中，涟漪呢由内向外的扩散。那这个中心点就是台湾，然后拓展的顺序就是台湾、中国、亚洲、世界。他甚至在一场演讲当中将地图旋转90度，然后让台湾处在世界的正中心，以此来颠覆传统上的中国中心论的历史的视角。那如果说认识台湾这本教材是奠基的话，那么2019年全面实施的所谓108课纲就是这项工程的彻底完工。在108课纲里面，中国史这个独立的单元被正式取消了，它被降级了，被打散了，融入了东亚历史的这个框架底下。唐宋元明清的这个王朝更迭不再是主线，取而代之的是人群的移动、现代化的历程这样一类主题类的文章。朋友们，我们要注意这个非常关键的动作，它不是简单的去中国化，而是一场更主动的在台湾化。它并没有在历史的叙事当中留下空白，而是用一套全新的以台湾为主体的新的国族叙事来取而代之。那接下来是地理课本的改变。原来的课本，我国的疆域是包含外蒙古在内的秋海棠叶，我们背诵的是长江黄河的长度跟35个省份的简称。但是修订以后，天然独这个世代
他们读的课本，我国呢就变成了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台湾，而中国大陆被放进了世界地理的东亚章节。各位，仅仅只是2张地图的变更，一个世代的世界观就此被重新改写了。接下来就是国文的课本我们看到新闻里面那一位北医女教师，她痛斥删减文言文是无耻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打一场身份认同的战争，因为被大幅删减的中国古文空间被用来收录了大量日治时期战后的台湾本土文学，学生的文学启蒙从以前的这个唐宋八大家变成了赖和吴浊流这些属于这片土地的本土作家的声音。我们不是说本土文学不好，而是在一个零和游戏当中，客观上这样一种变动造成了与中华文化母体的隔离。那如果说李登辉是拉开了这个手术的序幕，那么之后的历届民进党政府的执政就是把这一场记忆改造的工程推向了极致。我们来看一看几个非常具体的手术的痕迹。称谓的改变，他们直接把中共等同于中国，而我国呢，这个指代范围从包括大陆跟台湾，现在明明确确的仅仅直指向台湾本岛。关键术语的这个修改，在日本统治时期，从带有价值判断的所谓的日据、占据的据，变成了中性词日治，就是治理的治。1945年从光复台湾变成了中性的接收台湾。虽然看上去仅仅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其实心理暗示却是天壤之别。我想每一位都能够非常容易的品味出来，占据意味着非法，而治理呢却可以是合法的。接下来是史观的重塑，郑成功呢是从收复台湾的民主英雄，现在变成了是侵占原住民土地的殖民者，而清朝的统治被称之为清领时期与日治时期并列，完全抹去了这个主权归属的这一层含义。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这个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暴力的革命，而是一个长达20-30年的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每一代的学生都比上一代离那个大中国的集体记忆更远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历史的时间、地理的空间跟文学的灵魂这3条战线都被全面改写了。当一个小孩连续12年在国家最权威的这个知识体系里面被这样教育的话，那么长大以后他到底会如何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呢？那如果说课堂为新的身份认同植入了芯片的话，那么台湾高度政治化的媒体就扮演了最强有力的情感放大器。在台湾，你选择看哪一个新闻台，基本上也就决定了你生活在哪一个平行宇宙里面。我们来看一个最经典的案例，就是2014年的太阳花学生运动。在亲绿媒体，比如说三立新闻的这个叙事里面，学生们是爱国、勇敢、捍卫民主的英雄。报道会聚焦于一场内井然有序的这个秩序和场外数十万人的这个和平的支持。但在亲蓝媒体，比如说中天新闻的镜头底下，学生就是暴力、非法、被政客煽动的暴民，然后画面反复播放的就是学生破坏公物的这个冲突的镜头。同样一场运动被塑造成2个完全不同的现实，这个就是媒体的框架效应。我们再以 ECFA 为例，南营的媒体标题通常是 ECFA 助推台湾经济货畅其流黄金10年，两岸经贸合作新里程碑共创双赢，他们用的词是合作、机遇、双赢。而绿营媒体的标题往往是这样：警告 ECFA 木马屠城，出卖台湾主权，糖衣毒药，中国以商逼政，经济统一的阴谋。他们用的词语是主权、阴谋、毒药。同样的一份协议，在一边的叙事里面是机遇，但是另外一边的叙事里面却是吞并。台湾媒体扮演的角色已经不再是报道新闻，而是在定义现实。它通过议程设置、用词选择、专家解读，为您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情绪框架跟身份认同的确认引擎。
当观众打开电视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获取新知或者真相，而是为了寻求共鸣，而是为了让自己相信我的想法是对的。媒体这个时候成了一种巩固身份认同的日常的仪式。一个长期只看蓝媒的观众跟一个长期只看绿媒的观众，他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岛屿里面，但他们却活在两个完全平行的世界里面。而当这个战场转移到 YouTube 的时候，算法的这个过滤泡泡更是会为每一个年轻人都打造了一个更封闭、更极化的同温层。那这样一种持续的、无处不在的二元对立的媒体叙事，在社会心理学上完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就是它构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类团体，也就是我们，跟外团体，也就是他们。亲绿的媒体持续不断地将中国大陆描绘成一个对台湾存在军事、政治、经济全方位威胁的敌对的外团体，而这样一种外部威胁的叙事又极大的反过来强化了类团体的这个凝聚力。那现在我们把两条线连起来看，教科书的这个认知地基跟媒体的情绪放大器如果连接在一块的话，就会形成一个闭环的思想工厂，一个坚不可摧的信息茧房就此建成了。在这个茧房里面，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不再是一个可选的选项，而是一个唯一正确的、充满了道德正义感的答案。任何一个敢于质疑这个答案的人，都会被贴上中共同路人跟卖台的标签。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网络上跟台湾社会上那样一种非黑即白、不允许任何模糊地带的舆论生态的根源。那一个台湾的年轻人，他在历史课上学到的台湾拥有与中国大陆截然不同的民主历程，然后他打开电视看到新闻正在报道学生为了捍卫台湾民主而战，看到了吗？课堂上学到的抽象的概念，在每日电视新闻当中找到了活生生的现实的证据，这个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正反馈的闭环。课堂提供理论依据，而媒体呢提供了实证的证据。对于在这样一种生态当中长大的台湾年轻人而言，他们的身份认同这个感觉是如此的自然，如此的不证自明，因为这不仅仅只是课本上的知识，更是他们每一天亲眼目睹、亲眼所见的现实。理论跟逻辑我们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让数据来说话。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从1992年开始，每一年都对于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进行持续的追踪调查。这样一份长达30年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一扇观察台湾社会集体心理变迁的最清晰的窗口。1992年，也就是这个社会实验开始以前，认同自己只是台湾人的只有 17.6%。 台湾社会的主流基本上是属于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这种双重认同，高达 46.4%， 将近一半。1997年，认识台湾教科书推行，系统性的台湾身份的建构拉开了序幕。其实说的难听一点，也就是洗脑的开始。5年之后，台湾人的认同攀升到了 34%。 然后是2008年，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性的转折点，认同自己只是台湾人的比例首次超过了同时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跟中国人的比例。那这个时间点为什么很重要？为什么绝非偶然呢？还记得1997年吗？一个1997年上学的小孩完成 K12 教育，到了2008年，他正好首次开始进入被民调统计的成年人的范畴。第一批完全在本土化教育体系下成长的这个教改的世代，在2008年成年了。当年的这个台湾民调数据立刻马上反映出了这一人口结构的根本上的变化。这一年的民调结果，事实上就是这一场系统工程的最终的一个验收报告，成果当然是惊人的显著。而到了2024年，数据显示台湾人认同 63.4%， 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当中，这个比例还要特别高，甚至已经超过了 83%。而中国人的认同只剩下 2.4%，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还记得我们上期视频聊起2010年以后，大陆同胞怀揣着90年代对于台湾社会的美好想象，去台湾的本地 BBS 论坛朝圣，
却迎面撞上了一堵由恶意砌成的墙嘛。那这一堵墙其实在2008年已经建成，2014年太阳花运动之后已经到达了高峰。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对于台湾的滤镜之所以会破裂，是不是不足为奇了？并不是大陆人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是滤镜背后其实根本就已经不再是同一拨人了。那这条曲线其实冷酷而清晰地告诉我们，身份认同的转变，其根本的驱动力是代际的更替。这个不是原来的台湾人改变了想法，而是他们正在被思想刚硬下成长起来的完全不同的下一代台湾人所取代。所以当这样一场改造通过教育体系完成了代际传递，其趋势便具有了强大的几乎不可逆转的惯性。然而这样一场宏大的身份改造工程并非完全没有反复冲突跟反弹。有一个观众在我上一期关于台湾滤镜的这个视频评论区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就是台湾对于大陆的抗拒其实源自于对于专制跟独裁的恐惧。那这个话不无道理。在民进党推进的集体记忆的改造过程当中，有一个最意想不到但是却非常有效的助燃剂，其实也就是来自于海峡对岸的压力。数据展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悖论，就是北京每一次的文攻武吓，从96年的这个导弹危机到近年来香港的遭遇，非但没有削弱台湾的认同，反而每一次都成为了最强有力的催化剂，将无数的中间派推向了本土认同的阵营。而到了2015年的时候，一场围绕历史教科书的记忆的战争爆发了。当时呢，马英九政府曾经试图对课纲进行微调，想把一些被认为是去中国化的表述给改回来。比如说他想把日本治理这个表述重新改回日本的殖民统治，他想把接收台湾重新改回光复台湾。其实是一些看似非常微小的一些措辞的修订，但引爆了一场大规模的学生抗议。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场抗议理解为台湾年轻的一代政治免疫系统的一次应激反应。那对于这一批在本土化课纲下长大的孩子来说，台湾的主体性不再仅仅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像空气跟水一样的常识。当马英九政府试图修改他们脑中的常识的时候，会被他们的免疫系统视为一种外来病毒的入侵，从此触发了本能的强烈的排斥。这样一场由学生主导的这个运动最终是取得了胜利，它雄辩地证明了到了2015年，这样一场争夺历史叙事权的战争，其结局已经基本上注定了。历史的河流一旦改变了它的流向，就很难再回头了。当一个建构起来的概念被足够多人的相信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是一种社会的现实。这个时候，少数沉默的声音就会变得无足轻重了。在这里，我想引入一个传播学上的经典理论——沉默的螺旋。它的意思就是，当人们感觉自己的观点是社会上的少数派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因为害怕被孤立而倾向于保持沉默，而他们越沉默，多数派的声音就会显得越强大，而这个又会反过来吓退更多的本来是持不同意见的人士，形成一个沉默的恶性循环。那在台湾的话，中国认同就是这样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一步一步陷入了沉默的螺旋。我们看到那些在公开场合谈论统一谈论中华民族的政治人物、学者，甚至是艺人，他们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舆论压力呢？他们会被出征，他们会被骂是舔共，他们的商业的代言会被取消，他们的家人会被骚扰。久而久之会发生什么？想说的人不敢说了，想讨论的人不讨论了，中间派为了安全也开始附和一些看上去是主流的声音了。于是哪怕是在号称民主自由的台湾社会，舆论场上也只剩下了一种声音的独奏和一片巨大的沉默。这样一种状况对于在网络时代长大的台湾年轻人来说，被媒体跟舆论场放大了的这个主流的声音，就是他们
所能够感知的全部的社会的现实。他们会非常真诚地认为支持台湾独立是全岛人民的共识，而那些不那么想的，那些沉默的人，只是一小撮被洗脑的即将要被淘汰的老古董。这个就是民进党这个思想工程最可怕也是最成功的地方。他不仅塑造了这些人的观点，他还让这些人相信这个观点是你自己独立思考得出来的，他让你认为这个是天然形成的，他给你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这个错觉。台湾的故事如果放进全球的棱镜底下，会看得更清楚。一个有趣的对比就是台湾跟韩国都曾经被日本殖民，那为什么战后台湾社会普遍对日本非常有好感，而韩国却对日本恨之入骨呢？关键的答案在于1945年以后，谁成为了这个新的统治者。在台湾228事件等等历史的创伤，让国民党带来的这个中国成了更直接更切身的他者。在民进党的有意操弄底下，中国是敌人，日本不是。而在韩国，日本被牢牢地锁定在首要的民族敌人的这个位置上面。我们来看看加拿大，魁北克人更绝通过这个法语宪章跟独立的法式教育体系，系统性的抵抗英语文化的同化。我们在魁省法语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小孩，他们很多人英语水平堪忧，所以只会看法语的媒体。这个几乎是一个比台湾更完美的闭环的设计，除了有一点不如他们的意，那就是因为身处北美大陆，这是一片英语文化的汪洋大海。不过我们可以从这个案例当中理解到，为什么有一部分的台湾人对于繁体字有一种特殊的执念，时刻不忘向别人展现繁体字相对于简体字的优越感。所以通过教育跟媒体来塑造下一代的国民灵魂，几乎是一套身份建构工程的标准化的作业流程。所以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台湾这条清晰的身份改造的生产线可以被总结为：第一步，政治解构，民主化与本土化的政策打破了旧的大中国的框架；第二步，教育的重构，以台湾为主体的这个新课程为年轻一代重塑了新的历史记忆跟世界观；第三步，媒体的加固，党派化的媒体生态系统通过日常叙事不断的强化跟极化了这样一种新的认同。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台湾天然独的世代。他们成长于一个两国论的台湾，学习的是以台湾为主角的历史，消费的是将中国明确定义为敌对方的媒体的内容。对他们而言，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不是一个需要争辩的政治主张，而是一个就好像呼吸一般自然不言自明的客观事实。这样一个深刻并且已经成型的身份认同的转变，对于台湾的未来、两岸的关系，乃至于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都具有不可逆转的深远的影响。它意味着任何试图想将台湾重新拉回到大中国框架的政治议程，都将会面临这一整个世代的集体抵抗。理解这一身份认同的形成脉络，是理解我们今天台湾以及预见未来海峡两岸走向的关键所在。讲到这里，我想我们视频开头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已经非常清晰了。天然独并非天然，它是一场历时30年，由台湾独派政治精英顶层设计，通过教育体系系统执行，再由媒体的环境协作放大的一场复杂的、深刻的、史无前例的集体记忆重塑工程。天然独并不天然，它是一个被刻意建构出来的一个身份认同。今天艾生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解剖台湾这个案例，想说清楚一点，并不是想要给大家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更不是想要向任何人灌输什么立场。恰恰相反，艾生今天做的事情是要解构，把整个思想改造的过程，从最初的政治动机到教育系统的介入，再到媒体的推波助澜，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剖析开来。那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讨论两岸问题的时候，
我们真正面对的对手到底是谁？我想不是那些在街头高喊台湾加油的年轻人，甚至也未必是那个在网络上咒骂你支那的那个台湾人。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们其实也是民进党这个巨大身份建构工程的产物，他们在捍卫的是他们认知世界里面自我认定的真实。我们真正的对手其实是那套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无处不在的思想生产线，是那个能够定义我们是谁的力量，是那个能够改写台湾历史的力量，是那个能够塑造台湾人应该爱谁应该恨谁的力量。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的国家级别的机器，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跳出简单粗暴的统独二元对立，才不会陷入那样一种毫无意义的在网络上的情绪对骂。也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明白，真正的统一绝不只是简单的军事上的征服，甚至都不只是经济上的融合。真正的统一是一场关于集体记忆的较量，是一场关于叙事权的争夺。说到底是要回答那个终极的问题：我们海峡两岸是否还认同同一个祖先？是否还共享同一段历史？是否还属于同一个文化？以及最重要的，我们是否还怀抱着同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要赢得这场思想跟认知的较量，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的是比对方更高明、更真诚、更有温度的叙事能力，需要去能够重新连接那些被切断的文化期待，需要去弥合那些被人为制造出来的情感上的裂痕跟鸿沟。碾碎这台身份改造生产线的机器或许不算很难，但是想要赢得这样一场关于叙事和集体记忆的战争却真的很难，非常难。这可能会需要一代人的努力，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但是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这是我们走向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节目的最后，艾森想请大家反思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又是怎么样被塑造，怎么样形成的？我们所认为的理所当然的这个常识跟历史，又有多少是教科书、媒体跟社会环境共同塑造出来的呢？我们要做的其实是把思考的这个权利从政治家跟媒体精英的手里重新拿回到我们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手中。那这个或者才是穿透所有的纷争跟迷雾之后，我们能够从这一期视频当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启发的话，请不要吝啬点赞分享，也不要忘记订阅艾森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精彩的内容。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